很多人说马云是时代的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心里那团想烧却没烧起来的火。学他说话的人有，学他创业路数的人有，学他站在台上大声讲道理的人更是一批一批。可我想说一句，你学的到底是哪个阶段的马云？是那个高考考了3次，去肯德基应聘被刷下来满大街碰壁的马云，还是那个站在演讲台上被几万人围着鼓掌的马云？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其实里边藏着一个很深的道理。一个人在低处说的话，没几个人当回事，等他站到高处，同一句话换个场合说出来，旁边的人就会觉得有分量有来头。所以我们回头看那些励志故事，常常是倒着看的，先看到他后来多风光，再去拼凑他当年多落魄，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只要熬得住就能出头。这个结论没有错，但只说了一半。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熬到前半段的高点，而是站到那个高点以后下半段怎么走。你看马云这一生，如果用一条线来画前半段，是一路往上冲，低处起步，越走越高，越说越有人听。后半段开始出现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岔路，一边是继续往上踩，另一边是慢慢往回收。这2条路选哪一条结果大不相同，不能简单说他有没有后半段，也不能把他前面做过的事一笔否定。有功劳就是有功劳，有本事就是有本事，只是一个人前半生靠什么气把局面撑起来，后半生就要用同样清醒的头脑去问自己，这股气是不是该慢慢收一收了。人生有上下2段，这不是什么新鲜说法。古人讲10位之变，就是说你站的位置换了，说话的轻重，做事的方式都要跟着换。上半段靠的是一口气，那口气叫胆识，叫敢往前，叫把别人不信的事情讲得让人愿意去试。下半段靠的是一种度，那种度叫收敛，叫温火慢炖，叫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一步，把手里的东西慢慢交出去。上半段的火是点燃别人的，下半段的火是暖着自己和身边人的。2种火的用法不一样，用错了都容易烫手。年轻时撑起一个局，要的是不怕，要的是往前冲，要的是那一口气还没喘匀，就先把旗插出去。等局面打开了，等底下已经有人跟着你走了，这个时候最难的不是继续往前，而是能不能慢下来。马云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前半段，靠的是一张嘴，他能把别人听不懂的东西讲成街边小摊老板也能理解的机会，能把大家心里的那点犹豫和畏缩讲开，能让一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围着一张旧桌子，相信明天会有好日子。这个本事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少见。很多人有眼光，但讲不出来；很多人想讲，但讲出来别人听不进去，他偏偏能，这是真本事。不能因为后来有了争议就往前一刀全割。可是同一张嘴到了不同的阶段，说同一句话分量就不一样。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桌上放着几碗泡面，灯光暗黄，大家讨论到半夜，有人说要不要换个方向，他拍下桌子说先做，错了再改。大家会觉得热血，会觉得跟着这个人有劲。可是等这个人后来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底下牵动的人和事已经不是一间小屋子能装得下的，还是动不动拍桌子，还是一句话盖过去，旁边的人就不一定还能那样接了。同一句话，小屋子里是鼓劲，大场面里可能就变成了压力。不是话本身变了，是说话的人站的地方变了。易经里讲一句话，亢龙有悔，不要把它想得太玄，说白了就是飞得太高的时候，如果不懂得往回看一看，不懂得把身段放软一点，就容易有后悔的地方。这句话放到日常生活里，就是一个人到了某个位置以后，
如果还用年轻时那套去说话、去做事、去撑场面，迟早会有一天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对，都不配合，都不领情。但其实不是别人变了，是自己的活法还停在上半段，没跟着位置一起转。普通人家里这种故事天天都在发生。我认识一个老周，年轻时开小厂，脾气爽快，说话不拐弯，工人有事他一句话定了，客户拖货款他亲自坐车去谈，进门不喝茶，开门见山说钱就该付。那个年代做生意讲效率，讲胆量，他这套很管用。厂子慢慢起来，家里也住上了新房，孩子们从小觉得爸爸厉害，亲戚来家里也说老周有魄力。可是退休以后，问题就慢慢出来了。儿子接手工厂，开始换设备，做线上订单。老周每天7点多就到厂里，门卫见了还笑着叫一声周总。刚开始大家客气，后来他越看越坐不住。年轻人开会讲数据，他听2句就打断说：“你们这个太慢，我以前不是这样做的。”儿子忍了几次，有一天在食堂，饭还没吃完，老周当着几个员工的面说：“这个决定不行，照我以前的办法。”儿子脸色变了，低声说：“爸，我们回办公室说。”老周听了心里不舒服，晚上跟老伴讲：“我辛苦一辈子的厂，现在说2句都不行的。”老伴给他倒了杯水说：“不是不让你说，是你说的时候孩子接不住，这话听着轻，分量却不轻。”老周不是没有功劳，也不是没有经验，只是经验这个东西放对地方是福气，放错地方就变成别人身上的担子。他一开始只是去看看，后来变成天天去；一开始只是提醒2句，后来变成谁做决定都要插一句。一开始儿子还请他做主位，后来开会的时间都不告诉他了。你说这是谁的问题？父亲有父亲的心，儿子有儿子的难，简单论对错没有意思。只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从上半段推到下半段，原来那份功劳就容易变成别人心里的压力。后来有一次，老周在办公室门口听到2个年轻员工小声说：“老董事长一来，今天会又开不完了。”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保温杯，半天没进去。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自己的出现已经让别人不自在了。这一刻是很多人一生里最难过的关口，不是别人不尊重你，而是你还没有换过来，还用上半段的方式站在下半段的位置上。老周后来慢慢改了，不是不去厂里，只是不再天天去；不是不说话，只是等儿子问到才说；不是不关心，只是把那句照我说的办换成我以前遇过类似的事，你们听听就好，还是你们自己决定。你看，话换了一个方向，味道就完全不同。以前他一开口，别人觉得被压住；后来他一开口，别人觉得多了一个参考。一个人从上半段走到下半段，最要紧的不是证明自己还厉害，而是让别人靠近你的时候心里不紧。还有一位林老师，退休前在学校很受尊重，学生见了都说老师好。他一辈子字写得漂亮，做事有条理。退休以后去女儿家帮忙带外孙，刚开始女儿非常感激，早上出门前还说：“妈，辛苦你了，晚上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林老师心里也高兴，觉得自己还有用。可日子久了，他开始像在学校一样管理家里，孩子几点吃饭，玩具怎么摆，回家鞋子放哪里，女儿买的菜新不新鲜，他都要说。起初女儿笑笑说：“妈，你别这么认真，在家里随便一点。”后来有一次外孙作业写得慢，林老师坐在旁边说了快1个小时，孩子哭了。女婿下班回来，看到客厅里气氛不对，孩子眼睛红着，就轻轻说：“妈，孩子还小，今天先让他休息一下。”林老师一听，心里就不舒服了，说：“我管孩子还不是为了你们？”女儿赶紧打圆场说：“妈，我们知道你辛苦，只是现在孩子学校的方法跟以前不太一样。”那天晚上，林老师躺在小房间里，
听着外面女儿女婿小声说话，虽然听不清每一句，但他知道有些话他们已经不敢当面说了。林老师的问题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没有水平，问题是他把上半段在学校里的位置带进了下半段女儿的小家庭里。以前他站在讲台上，学生必须听他讲，现在他站在女儿厨房里，女儿未必需要他每一句都讲完。以前他越负责，别人越尊敬，现在他越负责，别人可能越紧，因为家庭不是学校，晚年不是继续当主任。不要把这话听成老人不能帮忙，也不是说做父母的要装作什么都看不见，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事可以慢一点，可以轻一点。看到孩子作业没写好，可以先问一句，要不要外婆陪你做一会儿？看到女儿买菜贵了，可以笑笑说，现在东西真不便宜，下次我们一起去看看。有些话换一个说法，关系就不会那么僵。后来林老师也慢慢明白了。有一天傍晚，女儿下班回来，厨房里飘着饭香，孩子坐在桌边画画。林老师没有像以前那样问作业，而是把汤盛好，说先吃饭，吃完你们自己安排，我今天只负责煮饭。女儿愣了一下，笑着说，妈，这样挺好。那一刻，林老师心里反而松了，他发现自己少管一点，家里没有乱，他少说一点，女儿反而愿意跟他说话。下半段的体面，有时候不是你还能管多少，而是你不管的时候，别人还愿意靠近你。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还在拼命证明自己重要，家里人会累；如果能把自己的重要藏在日常里，别人反而会记得你的好。真正的分寸，不是完全退出，也不是事事插手，而是别人需要你时你在，别人想自己试一试时，你让他有地方站。马云的故事放大来看也是这个味道。他起家的时候是老师，是讲述者，是站出来让大家相信未来的人。可是当一个人走到很高的位置，就不能一直活在大家需要我讲话的感觉里，因为时代会长大，企业会长大，年轻人也会长大。一个人最难的不是把别人带起来，最难的是别人起来以后，你还能不能放心让他们自己走。很多父母做不到，很多老板也做不到。父母怕孩子走错，老板怕团队变味，长辈怕家里没有自己就乱。可你越怕越要插手，你越插手，别人越长不大，别人越长不大，你越觉得自己不能退，这就变成一个圈。上半段你是因为承担而被需要，下半段你如果不能退出，别人就会因为你太承担而觉得沉。老话讲家和万事兴，很多人把这句话听成一家人不能有不同意见，其实不是。家和不是人人都闭嘴，家和是每个人说话都有位置，父母有父母的位置，儿女有儿女的位置，老人有老人的位置，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位置。位置一乱，话就乱，话一乱，心就乱。你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和儿媳商量孩子暑假去哪里，老人听到了，心里有想法可以讲，但讲完要停。最怕的是一句接一句，把建议讲成安排，把关心讲成决定。儿媳起初还点头，后来拿着碗去厨房，嘴上说我洗碗，其实是不想继续听。你看这不是翻脸，可关系就是在这些很小的地方慢慢变薄。一个大平台也是这样，刚开始一个人讲，大家有方向，后来局大了就不能永远靠一个人的声音，声音太大，别的声音就弱，别的声音弱了，局就容易不平。讲马云的下半段，不是为了看热闹，看热闹没有意思。人到中年以后，最重要的是会从别人的起伏里看见自己的路。前半段给很多人一种感觉，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靠眼光和嘴里那股气把事情做大，这当然值得佩服。可是后半段给普通人的提醒更深，一个人做大以后，不能一直靠同一股气，前面靠气，后面要靠度量，前面靠冲，后面要靠手松。
前面要让别人听见你，后面要学会听见别人。这个道理放在家庭里，就是年轻时你要把家扛起来，晚年就要把家慢慢还给下一代。你不还他们就接不住，你还得太晚，他们心里会怕你，一边说交给他们，一边又处处不放心，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只是名义上接的，实际还是被你盯着。有个陈伯以前做建材生意，手里攒了些钱，3个孩子都成了家。他年轻时很会算账，家里买房装修，孩子读书办婚礼，很多大事都是他一手安排。孩子们也承认爸爸会过日子，可陈伯有个习惯，什么钱都要问，什么事都要管。大儿子换车，他问贷款多少，利息多少，是不是被人骗了？二女儿给孩子报补习班，他问1年多少钱，有没有必要？小儿子想辞职换工作，他更睡不着。晚上9点多打电话过去说，你先别动，我明天去跟你老板谈谈。小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爸，这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陈伯一听，气得把电话放下，坐在阳台上半天不说话。老伴走过去问怎么了，他说，现在孩子大了，嫌我多事。老伴轻轻说，不是嫌你，是他们有些事想自己担。这就是很多老人最不容易转过来的地方。你帮孩子是出于爱，可是孩子长大以后，他也要有自己的承担。你一直替他挡风，他一方面轻松，一方面心里也不踏实。等他想自己走时，你又觉得他不听话。陈伯后来更不舒服，是因为孩子们开始有事不告诉他。过年吃饭，大儿媳说漏了嘴，原来他们已经订了新车。陈伯脸一下沉下来说，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跟我说？桌上筷子声都尽了。小儿子说，爸，先吃饭，吃完再说。陈伯越听越不是味，说，我在这个家里现在只配最后知道。这句话出来，孩子们都不好接。其实孩子不是不尊重他，是怕一说就变成审问，一说就变成开会，一说就没完没了。很多晚年的孤单不是儿女不来，是儿女不知道来了以后怎么说话。马云这个主题落在普通人家里就是这件事。过去大家愿意听你，是因为你帮大家开路，后来大家不敢接话，往往不是忘了你的好，是你还没有把自己的位置调一调。不要把这话听成让老人什么都不过问，也不是说孩子花钱做事都可以随便，家里的大事该商量还是要商量，只是商量和控制味道不一样。后来陈伯有一次去小儿子家，看到桌上放着一份合同，他本来想拿起来看，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他问了一句，这个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小儿子说，爸，我先自己弄，有不懂的再问你。陈伯心里当然还有点不放心，可他忍住了，只说好，你需要就叫我。那天晚上小儿子反而主动坐下来跟他说了很多工作上的事。陈伯回家路上跟老伴说，原来我不问到底，他还愿意跟我讲。老伴笑了笑说，孩子不是不让你知道，是怕你一知道就替他做主。这件事很重要，一个人下半段的福气常常就藏在这一点点忍住里面。话到嘴边先停一停，手伸出去先收一收，心里不放心先让别人试一试。你以为自己退一步就没用了，其实你退一步，别人反而更愿意把你请回来。很多人上半段成功是因为不退，很多人下半段不顺是因为还是不退。年轻时不退叫有担当，晚年不退可能就让人透不过气。一个人一生最难学的就是同样一个不退，在不同时候意识完全不同。马云如果要有一个真正的下半段，也一定要过这一关。过去不能退是因为要开局，后来要会退是因为局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局了。
你不能一辈子站在风口说风往哪里吹，到了后面也要让风自己走，让人自己走，让局自己长。马云这个题目之所以耐讲，也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企业家的故事，它像一面镜子。你看他年轻时那些画面，很多人会觉得热血，你看他后来慢慢少出现在台前，很多人又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慨。一个人曾经被那么多人围着听他说话，后来却要学会少说，这里面就有命运的味道。命不是迷信，命就是你过去的习惯遇到现在的环境慢慢形成的结果。你习惯站前面，命就会给你很多站前面的机会，可是到了该往后站的时候，你如果还站在前面，命也会用别的方式提醒你。这个提醒有时候不是大风大浪，而是一张饭桌上别人突然不接话，一个会议里别人眼神躲开，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说这个我们再看看，你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可里面已经有变化了。易经讲变化，你把它放到生活里，就是人在不同年纪要换不同活法。20几岁、30几岁，很多人要出去闯，要争机会，要把自己推出去。40几岁、50几岁，要把手里的事做稳，要开始看长远。到了60岁以后，就要慢慢学会留白。所谓留白，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把每一处空都填满。亲戚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不一定马上解释；朋友请你评理，不一定马上站队家里小辈做决定，不一定马上给结论。很多福气就是从这些不急里面来的。你不急，别人就有空间，别人有空间，关系就有余地，关系有余地，晚年的日子才不会那么紧。马云的上半段是把空白处填满，把未来讲满，把很多门推开。下半段要学的刚好相反，是留一点空，少一点满，让局面有地方缓一缓。你看很多老人一辈子能干，晚年却不快乐，不是因为钱少，也不是因为没人管，而是他总觉得所有事情都不合他的意。儿子买的房楼层不对，女儿找的对象性格不对，孙子读的专业不对，亲戚办事方法不对，邻居说话态度不对，一天到晚都觉得不对，人怎么会安稳？早上起来本来想泡茶，手机一响，看见家庭群里儿媳发了一张孩子参加活动的照片，他马上回：这种活动有什么用？还是读书要紧。群里一下没人说话。中午吃饭，他又想起没人回，心里不舒服。晚上躺下，他跟老伴说：现在这个家没人听我的。其实不是没人听，是大家怕一听就被拉进一场说不完的道理。这时候可以试着换一种说法，看到孩子的照片，买一定马上评判，可以回一句：孩子看起来挺开心。看到儿女花钱，不一定马上问东问西，可以说：你们自己量力就好，有需要再跟我说。看到亲戚家里有事，不一定马上出主意，可以说：我先听听，你们自己先商量，真需要我再说。这些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普通话最能顺关系，因为家里的人不怕你没本事，怕的是你本事太多，最后每一句都压在他们身上。一个有分寸的长辈，不是没有意见，而是知道自己的意见放在哪里最合适。一个有分寸的人站在高位也是一样，不是没有想法，而是知道有些想法可以慢一点讲，有些话留一点余地，反而更稳。马云上半段最有魅力的是把不可能讲成可能，下半段最难的恰恰是要把我能改变很多事慢慢变成有些事可以让别人来。这一步很不容易，你叫一个一辈子冲在前面的人慢下来，他心里会不适应。就像一个家里的老父亲，年轻时一听到家里有事，马上穿衣服出门，谁家漏水，谁家借钱，谁家吵架，他都去。大家都说他热心，他也觉得自己有面子。可是到晚年，身体没那么好了，还是什么事都往前冲。
有一天晚上，当准备睡，亲戚打电话说：“哥，你明天陪我去讲讲价，你说话有分量。”他本来腰不舒服，还是答应了。第二天回来，饭都没吃几口。儿子说：“爸，你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还什么事都拦？”他一听不高兴，说：“我不去，谁帮他们？”儿子说：“你帮得了一次，帮不了一辈子。”这句话不好听，但里面有一点真。可情当然要顾，只是顾人情的时候，也要给自己的日子留一点余地。你不是不讲情义，只是不能把自己的身体、时间、心神都搭进去。年轻时别人找你是因为你有力气，晚年别人找你，你也要看看自己接不接得住。有些忙可以帮一半，有些话可以讲到这里就停，有些场合可以不去，有些人情可以换个方式。比如亲戚请你去评理，你可以说我听听可以，凭谁对谁错我就不讲了。朋友找你借钱，你可以说我能帮，这一点剩下的你自己安排。你女让你带孩子，你可以说我上午可以帮，下午我要休息一下。这些话不是薄情，是分寸。没有分寸的人情，到后面常常会变成彼此的怨气。马云前半段接住了很多人的期待，后半段如果还什么期待都接，什么话都讲，什么局都想推动，最后也会累。再有本事，也不能把所有人的未来都扛在自己肩上。很多人以为下半段要靠更多钱，钱当然重要，但钱只是底下半段，更要靠的是自己的节奏。一个人节奏乱了，心就乱了，心乱了，说话就容易过，话一过，关系就容易近。你看那些晚年过得比较稳的人，不一定最有钱，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急着证明自己，不急着替别人决定，不急着把话讲满。他们早上起来，先把自己的饭吃好，茶泡好，路走好。电话来了，不是马上答应，而是说我想一下，晚点回你。安里有事，不是立刻评判，而是问你们怎么想。亲戚说闲话，不是急着解释，而是笑笑说各家有各家的过法。你看这些都是小动作，可就是这些小动作把一个人的晚年稳住了。很多大人物到了后面，真正要学的也就是这件事，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急着做；不是没有话讲，而是不急着讲；不是没有位置，而是不把所有位置都占住。有些人会说，马云这种人离我们太远，他的事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其实越是大人物的起落，越能让普通人看清一个简单道理：一个人不能一直活在上半段的办法里。你年轻时靠辛苦赚钱，晚年就不能还只知道辛苦；你年轻时靠强势撑家，晚年就不能还只知道强势；你年轻时靠一句话压住场面，晚年就不能还希望所有人都被你一句话压住。因为人的位置变了，别人对你的期待也变了。以前孩子希望你挡在前面，后来孩子希望你坐在旁边；以前员工希望你给方向，后来团队希望你给空间；以前亲戚希望你出面，后来你自己要懂得照顾身体。一个人如果看不见这些变化，就会觉得世界变了，别人变了，而你没变。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的活法还停在过去。不要把这话听成叫人认输。人生下半段不是认输，是换一种赢法。上半段的赢是别人听你指挥，下半段的赢是别人愿意跟你商量。上半段的赢是你把事情做成下半段的赢，是你不在场，事情也能顺着走。上半段的赢是你说一句大家就懂，下半段的赢是你少说一句，大家心里还尊重你。这个差别很大。很多老人晚年最可惜的地方，不是没人尊重他，而是他太怕别人不尊重，所以每次都要把尊重要出来。尊重要出来就不好看了。
真正留得住的尊重是别人想起你，觉得你有功劳，也有分寸，有本事，也不压人，有话可以说，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说。马云有没有下半段？现在谁也不必把话讲死，人的路还在走，世事也一直在变。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他的上半段很明显，光很强，声量也很大，后面的路就更考验收得住，缓得下来。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过去最强的东西收住一点，那下半段未必不好。怕就怕一个人一生只会一种活法，年轻时靠他起来，年老时也被他牵着走。一个会说话的人，后来要学会少说；一个会管事的人，后来要学会少管；一个有能力的人，后来要学会让别人也有能力；一个习惯站在前面的人，后来要学会坐在后面看一看。这不是衰退，这是成熟。前面把大家带起来是功劳，后面能把自己放下来是修为。没有修为，功劳越大，有事越累；有了修为，哪怕退到旁边，人家心里还是敬你。你看一棵树刚长的时候，要往上冲，要争阳光，要把枝叶伸出去。可是树长大以后，不是所有枝都要继续往外伸，有些枝要修，有些叶要落，有些空要留给风穿过来。人也是这样，上半段枝叶繁茂，大家看见的是热闹，下半段根稳不稳，才知道这棵树能不能站得久。普通人到了晚年，最怕的不是没有热闹，而是心里还离不开热闹。家里人不围着你转了，就觉得失落；朋友不是每天找你，就觉得被放在一边；儿女有事自己决定了，就觉得自己没用了。其实这不一定是坏事，家里人能自己过，说明你前面没白辛苦；儿女能自己拿主意，说明你可以慢慢歇一歇了。亲近的人各有各的日子，说明人生本来就要学会回到自己。这里还有一层也不能不讲，就是民生这一关。人年轻的时候怕没人知道自己，后来走到高处以后又怕别人慢慢不再听自己。这个怕很细，不是明摆着说出来的。你看一个人从台上下来，刚开始还会有人请他讲话，还会有人问他的意见，后来次数少了，他心里难免会有一点苦。马云这样的人，过去一开口，很多人围着听。后来如果要学会少说，这里面不是简单少说两个字，是要把心里那个大家还要不要听我的念头放下来。普通人也是一样，一个老先生年轻时在单位是领导，退休以后回到家，饭桌上孩子们聊自己的事，他插一句没人接，他心里就不舒服。第二天早上去公园，老同事说退休了就清闲一点吧，他嘴上笑笑，心里却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空了。名声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多大的名，家里一句以前都听你的，也会让人舍不得放。不要把这话听成有名不好，也不是说一个人有过风光就有错，不是的，只是名声到了后面，要慢慢从身上放下来一点。别人还记得你当然好，别人没有天天提起你，也不要觉得自己被忘了。你可以把那句你们怎么不问我换成你们先说说看，我听听。这个小小的转弯很要紧。以前别人请你坐主位，你坐；后来别人请你坐旁边，你也坐得安稳。以前人家请你讲话，你讲；后来没人特地来请，你也不急着补一句。一个人能这样，心就开始稳了。马云如果要有真正的下半段，也要过这个民生关。曾经大家都听他说，后面就要能接受，未来也可以由别人慢慢去说。一个时代不能总靠一个人的声音，一个家也不能总靠一个人的判断，还有钱和交代这一层。马云的故事里，钱当然很大，但钱不是最深的东西，最深的是一个局。做大以后，很多人的利益都绑在一起，小商家靠平台吃饭，年轻人靠平台买东西。
很多家庭的消费习惯也跟着变。这个时候，一个人说我要更快，我要更大，就不只是自己的事了。你跟家里也一样，年轻时父亲赚钱，钱放在他手里，大家都放心。可是孩子成家以后，房子怎么写，存款怎么分，要不要借亲戚，要不要帮孙子买房，这些事就不能只靠一句我说了算。有位阿姨跟我讲过，她老伴一辈子管钱，退休以后还是所有存折都放在自己抽屉里。女儿想知道家里医疗保险怎么缴，她说这些你不用管。后来她住院，孩子们翻抽屉找半天，越找越急。女儿一边翻一边说，爸，以前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现在真有事了，我们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你看，这就是下半段没有交接好。很多东西不是抓得越紧越安全，有些钱要讲清楚，有些证件要放妥，有些安排要提前说一声，不是因为不相信谁，而是日子要有个接得住的安排。不要把这话听成把家底全交出去，也不是叫老人没有自己的底，自己的养老钱当然要留好，自己的生活当然要稳住，只是有些该交代的地方可以慢慢交代，有些该让孩子知道的事情可以让他们知道。话可以这样说，这部分是我和你妈养老用的，不能动，这几样东西放在哪里，真有急事你们知道就行。你看这话说出去，不卑不亢，也不把家里弄得紧张。马云那样的大局也是同理，一个局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抓你，后面要有交接，有规则，有别人接得住的。安排抓得太久，别人接不住，放得太突然，局也容易乱。再讲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身体。人上半段拼的时候，身体常常被放在后面，忙一点，熬一点，忍一点，都觉得没关系。可到了下半段，身体就会来提醒你。一个人还想像年轻时那样到处讲话，到处应酬，到处处理事情，心里想得过来，身体未必跟得上。早上刚起床，血压还没稳，电话就来了。中午饭还没吃完，又有人让你帮忙看事情。晚上躺下以后，白天那几句话还在脑子里转，时间久了，人就会觉得精神不够用。这个时候，不是人没用了，是身体在告诉你，节奏要换了。可以试着把一些事情放到明天，把一些电话晚点再回，把一些场合少去一点。你说今天我先休息，明天再说。这句话很普通，却是在给自己的下半段留路。马云这种一直站在风口上的人也一样，风口站久了，风会吹，人再强也要有回屋里坐一坐的时候。这种时候能停下来喝一口热水，能把话放到明天再讲，往往就是在厚自己的福。所以讲马云讲到最后，还是讲我们自己。一个人前半生如果有一点成绩，不要把成绩变成晚年的包袱。一个人前半生如果很能干，不要让能干变成别人不敢靠近你的原因。一个人前半生如果很退缩，不要让会说变成后来关系里的压力。到了某个年纪，可以给自己留几句话，别人问你怎么看，你可以说我讲一点给你参考，你自己定。儿女做决定，你可以说你们商量好了就去做，我在后面给你们拖一拖亲戚来找你评理，你可以说我听你说，但我不替你做主，自己心里不舒服。也可以先倒一杯水坐一会儿，不急着把话发出去。很多关系就是因为那一刻没有急，后来才没有将晚年的福。不是每件事都按自己的意思走，晚年的福是你看见有些事不按自己的意思走，心里也能慢慢放得下。儿女的家有他们的烟火气，年轻人的路有他们的跌跌撞撞，亲戚朋友的事有他们自己的因果。你能帮就帮到接得住的地方，你不能帮
就把话说得温和一点，把心放平一点，不要把自己活成所有人的裁判，也不要把自己的晚年变成一张到处盖章的桌子。一个人到了下半段，最好的样子是，家里人有事愿意跟你说，没事也愿意来坐坐。你说话，他们听；你不说话，他们也安心。你帮忙，他们感激；你不帮，他们也理解。这样的关系，比一时的掌控要长久得多。说到底，马云的上半段给人看见的是启示，他有没有下半段，要看他怎么收普通人的上半段。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声量，没有那么多掌声，可每个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关口。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往前一步，什么时候往后一步。人生不是一直往前才叫赢，有时候退得刚好才是真有福气。愿我们到了后面的日子，都能少一点急，少一点满，少一点非要证明自己，把话说柔一点，把手放松一点，把日子过稳一点。前半生该辛苦的已经辛苦过了，后半生就不要再把所有事情都扛在肩上。能坐下来吃一顿安稳饭，能跟家里人好好说几句话，能在别人需要时给一点参考，也能在别人不需要时安静地退一步，这样的下半段才有真正的味道。